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忙碌的一天。小美，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？是啊，大明，我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呢。是这样。今天我们就聊聊忙碌的一天吧。好主意，我猜很多人都很有共鸣吧。没错，你的一天通常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我的早晨总是匆匆忙忙的，闹钟一响就得起。哦，我也是。你通常会吃早餐吗？当然吃啊，不然一上午都没精神工作呢。对，早餐很重要。你会提前准备吗？有时会，比如前一天晚上做好面包或者牛奶。听起来很高效啊。那去上班路上呢？路上要花不少时间，我一般会听听播客。哦，和我们一样，哈哈。工作内容忙吗？非常忙，会议一个接一个，还有很多任务。我能理解。你通常几点吃午饭呢？一般是12点半，有时忙起来就晚了些。午饭时间你会好好休息一下吗？会啊，我会尽量放松，看看手机或者散步。那下午呢？下午是不是更忙了？下午确实事情更多，需要集中精力处理。是啊，下午效率高，但也很耗费体力。对，常常感觉一天的时间过得特别快。下班后，你的忙碌就结束了吗？哪有啊？下班后还有很多家务活呢。哦，比如做什么呢？做饭还是打扫？都要做呢，还要准备第二天要用的东西。听起来也很充实啊，像个时间管理大师。哈哈，哪有？只是习惯了安排好一切。那你晚上会抽出时间放松一下吗？会的，我会看书或者听音乐，看看电影。这样才能保持平衡，不至于太累吧？是啊，劳逸结合很重要，不然身体受不了。你一般几点睡觉呢？会早睡早起吗？尽量11点前睡，保证7、8个小时睡眠。这样第二天才能精神饱满的工作。没错，所以我的忙碌一天，直到入睡才算结束。你觉得忙碌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我觉得有利有弊吧。忙碌让我感觉充实。有目标的忙碌确实让人有成就感。但太忙也会让人感到疲惫，甚至压力大。是的，所以找到平衡点很重要，对吧？对，学会管理时间和情绪也很关键呢。你有什么管理忙碌的秘诀可以分享吗？我会列一个清单，把重要的事情排在前面。哦，优先排序法，这个方法很实用啊。还有，适当休息，给自己一些留白时间。留白这个词用的真好，很有意境呢。这样即使忙碌，也不会觉得透不过气来。今天的分享真棒，让我们对忙碌有了新思考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你问吧，什么问题呢？你平常一天是不是也很忙碌啊？我的日程也常常排得很满呢。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觉得忙呢？工作上的任务确实比较多，比较急。工作是忙碌的主要原因之一吧。还有啊，生活中也有很多琐碎小事。比如家务、购物这些吗？对呀，这些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处理。是的，积少成多就会让人忙起来。你说的很对，时间就这样被占用了。那你管理忙碌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吗？我会尽量早起一点，提前安排事情。早起确实能让人有一个好开始呢。这样白天就不会那么手忙脚乱了。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好习惯呢。对，
看看哪些时间花的值不值得。这个方法很科学，能优化时间利用。是啊，这样效率会更高一些的哦。我们管理忙碌的方式有些相似。是的，都是为了更好的利用时间嘛。对了，你觉得科技对忙碌有影响吗？科技，它让生活更便捷了啊。但它是不是也让我们更忙碌了呢？哈哈，你说的这个很有意思啊。比如手机信息总是不断跳出来。是的，容易打断我们的专注力呢。好像随时都要处理新的信息一样。这确实增加了无形的忙碌感。所以有时候也要学会远离手机。没错，给自己一个数字排毒时间。数字排毒这个词说的真好啊。这样才能更好的享受留白嘛。是啊，不被外界打扰的感觉真好。你有没有觉得忙碌会影响心情？当然啦，太忙会让人变得有点烦躁。我也有同感，容易心情不好。所以保持好心情也是很重要的。是的，需要一些放松的方式来调节。你平时会怎么放松自己呢，大明？我会听音乐或者看看书什么的。哦，那都是很安静的放松方式呢。是啊，让大脑可以彻底休息一下。我呢，会选择和朋友聊天或运动。运动也很不错，能释放压力啊。出汗会让人感觉很舒服的。看来我们都有自己的解压妙招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你问吧。你觉得工作和生活平衡难吗？这个问题啊，还真有点难。是啊，我感觉总有一方很突出。是很难找到一个完美平衡点。忙起来的时候就顾不上生活了。对，周末也常被工作的事情打扰。我也是，心里老想着没做完的事。这样就很难真正放松下来休息啊。是啊，感觉每天都在不停地运转。那你通常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？我会尽量列出待办事项，分清主次。设定优先级，这方法不错呢。对，不然很容易陷入瞎忙的状态。我也有同感，瞎忙真的没有效率。你会特意留出时间给自己的生活吗？会的，比如下班后不看工作邮件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，要学习。是啊，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界限感。这样工作和生活就能分开一点。而且要坚持，不能轻易打破。确实需要很强的自律性才能做到啊。你平时会为第二天做些准备吗？会啊，比如提前想好要穿的衣服。这能节省早上很多时间呢。对，早上起来就不需要多思考了。我还会提前准备好第二天要带的包。哈哈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妙招嘛。是啊，这些小习惯能让生活更顺畅。没错，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焦虑。那你觉得早起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早起让我感觉一整天都更有活力。我也觉得早上安静效率更高。可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不被打扰。比如看书或者规划一下今天的事情。对，或者吃个丰盛又健康的早餐呢。哈哈，听起来很享受，让人羡慕啊。养成早起习惯真的需要毅力坚持。是的，但好处也显而易见，很值得。不过，偶尔睡个懒觉也很舒服的哦。放松一下也是很必要的调节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？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在想啊。
感觉一眨眼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。是啊，尤其是忙的时候，时间更快。有时候会觉得时间不够用，怎么办？我会尽量珍惜每个当下，好好利用。学会管理时间确实很重要呢。对，让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啊。看来我们都在努力让生活更美好。是啊，这种感觉真好，很有动力。对呀，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成功。所以你一般怎么安排一天呢？我会先列出待办事项，分清主次。哦，这真是个好方法，很有效率。是的，避免手忙脚乱，更有条理。那你觉得一天中哪个时间段最忙？早上吧，要准备工作，还要送孩子。哈哈，听起来早上确实很紧张啊。感觉时间在飞跑，一刻不停。我也一样，工作一开始就停不下来。那你通常是先处理什么任务呢？我会先做那些最重要也最紧急的。这叫要事第一，很聪明呢。对，这样一天下来才不会有遗憾。那忙碌中间，你会不会休息一下？当然会，喝杯咖啡或者走动走动。适当放松能提高工作效率。是的，我还会听几分钟轻音乐呢。哦，这真是不错，能让心情平静。对了，你的午餐一般都怎么解决？我会自己带饭，或者点个健康外卖。哇，自己带饭很棒，又省钱又健康。是啊，外面吃有时又太多，不舒服。我也常自己带，但有时实在太忙了。忙起来顾不上，也能理解的。那下午呢？你通常会安排什么工作？下午会处理一些需要集中精力的事。哦，你下午精神还那么好吗？厉害。会喝点茶，或者出去走走，提提神。我下午会有点困，效率会下降一些。那可以试试小睡20分钟，很管用。真的吗？下次我一定要尝试一下。下午茶时间就是最好的机会。那你通常几点结束一天的工作呢？一般是6点左右，再晚就有点累了。那么下班后你都会做些什么呢？先去接孩子，然后一起做晚餐，很温馨。哇，这真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。对呀，享受家庭时光，感觉很满足。我下班后有时会去健身房锻炼呢。哇，健身很棒，能缓解一天的疲劳。是的，流汗的感觉让我充满活力。那你锻炼完一般吃什么晚餐呢？简单吃些清淡又健康的食物，比如沙拉。看来你也很注重均衡饮食哦。是的，为了保持好状态，很有必要。那睡前呢，你有什么放松的习惯吗？哦，听播客很棒，能学到很多东西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在忙碌的一天里，最难的是什么？最难的呀，可能是时间不够用。哦，是啊，时间管理真是个挑战。对呀，总感觉有好多事情没做完。那你是怎么克服时间不足的问题呢？我会列清单，按重要性安排优先。这个方法很棒，我也应该试试看。是的，能让一天过得更有条理些。那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开心呢？当然有啦，比如孩子们的小惊喜。哈哈，孩子的笑容是最好的解药。对呀，瞬间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我也喜欢下班后能放松一下自己，比如去健身，或者听听喜欢的音乐。是的，偶尔也会看一场电影放松。哦，看电影很不错，能暂时忘掉烦恼。
你周末一般都有些什么安排呢？周末通常会带孩子出去玩一玩。比如去公园或者去一些博物馆吗？对，还会一起去超市采购生活用品。感觉你的周末也挺充实忙碌的啊。是啊，家庭生活也是一种忙碌吗？哈哈，说得对，是一种幸福的忙碌。你周末一般会做些什么呢？我会睡个懒觉，然后见朋友。哦，睡懒觉真是忙碌后的享受啊。是啊，有时也会在家做饭什么的。哇，你会做饭，很厉害哦。哈哈，只是简单做些家常菜而已。那你最拿手的是什么菜呢？番茄炒蛋很受朋友欢迎呢。哇，听起来很美味，有机会尝尝。没问题，下次可以，请你来我家尝尝。哈哈，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哦，说到美食，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清淡的，比如蔬菜沙拉。看来我们俩在饮食上很相似呢。是的，健康饮食对身体很重要。那除了工作和家庭，你还有别的爱好吗？我喜欢偶尔看看书，听听音乐。看书很棒，能让人心情平静下来。对呀，能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。你平时看哪种类型的书比较多呢？小说和一些关于育儿方面的书籍。哦，育儿书对你有很大帮助吧？是的，能解决很多带孩子的困惑。那你听音乐喜欢听什么风格的呢？流行歌曲或者轻音乐都可以。轻音乐确实很适合放松心情哦。对呀，能让一天的疲惫都消失了。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呢。那你平时会听哪些歌呢？我喜欢听一些老歌，很有味道。哦，老歌确实能勾起回忆。对，听着听着，心情就舒畅了。看来我们俩都有放松的方式。是啊，工作再忙也要放松。对呀，不然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对了，你每天都忙到很晚吗？有时候会忙到晚上8、9点。哇，那真的很辛苦，很不容易。是啊，所以时间安排很重要呢。你是怎么安排一天的时间的？早上会先处理紧急的事情。优先处理很重要的方法。下午就做一些常规的工作吧。这样看来，你很有计划性啊。没办法，事情太多了，呵呵。那你晚上回家会做些什么？回家后主要就是陪孩子玩。哦，陪伴孩子也是很重要的。对呀，孩子很需要父母的陪伴。那你会给孩子讲故事吗？当然会啊，他们很喜欢听故事。哈哈，听起来你是个好妈妈。谢谢，尽力给他们最好的爱。你觉得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？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。是啊，很多人都面临这个问题。我觉得沟通和理解最重要吧。沟通和理解具体怎么做呢？和家人多交流，互相支持理解。这样家庭氛围会更好呢。对呀，有好的氛围就能减压。你平时会和家人一起运动吗？偶尔会啊，比如周末去公园散步。散步很棒，又能锻炼，又能聊天。是的，还能欣赏到自然风光呢。看来你的生活虽然忙碌，但很充实。哈哈，也还好吧，尽量享受生活。对了，你平时会关注新闻吗？偶尔会看，主要是看一些财经新闻。哦，财经新闻对你工作有帮助？
是的，能了解市场动态和趋势。这很有必要，对职业发展。那你呢？平时会看哪些新闻？我比较关注科技和体育新闻。科技新闻确实发展很快，很有趣。是啊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。我也觉得科技改变生活。是啊，比如手机越来越智能了。对啊，没有手机感觉不习惯。你平时用手机都做些什么呢？工作会用，平时也刷刷新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很实用。是啊，还可以和朋友聊天。对了，你平时喜欢看电影吗？偶尔会看，但时间不是很多。那你喜欢看哪种电影呢？我喜欢看轻松的喜剧片。喜剧片很棒，让人心情放松。是的，能笑一笑，忘记烦恼。那你通常什么时候看电影呢？可能是周末，或者晚上睡觉前。哦，这样啊。那除了电影呢？我还喜欢听听音乐，看看书。听音乐和看书都是好习惯啊。是的，看书能学到很多东西。你喜欢看哪一类的书籍呢？我会看一些历史书和小说。历史书和小说都很吸引人。对啊，能让我沉浸在里面。你平时那么忙，怎么安排读书？每天睡前会看一小会儿书。真是自律啊，值得我学习。哈哈，只是习惯了，就坚持下来。对了，你早上一般几点起床？我一般6点半就会起床了。6点半啊，挺早的，开始新一天。早起可以做更多的事情。那你早上都会做些什么？会先洗漱，然后准备早餐。自己做早餐，很健康的生活。是啊，外面买的不太放心。那你上班一般怎么去呢？我是坐地铁，比较方便快捷。地铁确实很快，能省不少时间。对啊，在地铁上还能看会儿书。真是充分利用每一分钟啊。哈哈，没办法，时间宝贵嘛。那你中午一般怎么解决午饭？我通常会带饭到公司吃。带饭很棒，又健康又省钱呢。是的，自己做的，味道也好。那你晚上下班后都做些什么？回家做饭，然后休息一下。休息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？看看电视，或者听听音乐。哦，看来你的每天都很充实。充实是好事，但会不会觉得累呢？偶尔会觉得有点累吧。那你周末一般怎么安排呢？周末会放松一下，睡个懒觉。睡懒觉听起来很舒服啊。是啊，平时太忙了，需要休息。除了休息，还有别的爱好吗？喜欢和朋友出去吃饭。吃饭聊天也是一种放松呢。对，还能去逛逛街什么的。逛街能买到喜欢的东西吗？偶尔会买，但不常买大件。小东西也能带来好心情吗？是的，看看也很开心。那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？总体来说，我还是挺满意的。压力大不大？工作方面呢？有时会有，但都在可控范围。保持积极心态真的很重要。对，我一直都努力保持着。这种生活节奏持续多久了？毕业工作后就一直是这样。习惯了就好，也很有规律。是的，规律生活能提高效率。效率高就能做更多的事。对，
所以时间管理很重要。确实啊，你的经验很值得学。哈哈，互相学习，共同进步。你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呀。也不是啦，就是安排的比较满。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每一天。是的，不想浪费宝贵的时间。这种精神，我很佩服小美。谢谢大明，过奖啦，哈哈。今天的分享让我收获很多。我也很开心，能和大家分享。听众朋友肯定也很有感触。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吧。我觉得一定会有帮助的。谢谢大明，能给我这个机会。今天的节目差不多要结束了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意犹未尽。是啊，但我们下次还有机会。期待下次再和大家聊。再次感谢小美做客我们的节目。谢谢大明的邀请，我很荣幸。感谢各位听众收听本期节目。祝大家每天都能充实愉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